警察在街头发现了一名下体流血的女尸，显然是遭到了暴力性侵。可法医证实女孩是嗑药过量致死的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警察都要抓住这名强奸犯。随后，根据女孩有嗑药的恶习，在缉毒科的帮助下，警察逮住了那名卖给女孩毒品的毒贩。但光头坚决否认自己是强奸犯。可警察不信，立马威胁要起诉他杀人罪。光头这才害怕，声称根本没卖货给那女孩，但确实认识她。他和一个跟我做生意的兄弟在一块，是个白人，留着奇怪的八字胡。随后警察就来找了那个小胡子，从他嘴里才得知女孩叫塔莉，并交代昨晚他突然来找我，想一起嗑药，但我有个约会，就先行离开了，一切与我无关。可警察岂能轻易放过他？接着一番恐吓后，小胡子老实说出了塔莉家的住址。就这样，警察找到了塔莉父母。可当得知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3、4个月前时，警察顿时疑惑：你们为什么不上报女儿失踪？不料父亲竟称塔娜没失踪，而是在戒毒所。没想到问题居然出在那里。然而当警察来到戒毒所后，所长居然很坦然承认塔莉确实失踪了。至于为什么不报案，他认为根本没人会关心瘾君子，并且这里每年都有4至5名少女逃走，可除了13岁以下的，当地民警根本就不管。而这真的是现实，警探们也心知肚明，所以这里也就没啥好追查的了。却不料这时所里有了新线索，法医发现塔莉竟然怀了2个月身孕，并且小孩 DNA 与强奸犯的吻合，这表明塔莉是在戒毒所里被侵犯的。随后警察就手持搜查令，要求戒毒所提供所有男性员工的 DNA。所长虽然震惊，但也同意了。可当警察要塔莉的全部资料时，所长却拒绝了，理由是因为塔莉已经离开，他的档案也已经转移保存了。对此警察也没办法了。接着很快 DNA 比对结果就出来了，哪知所有员工的都不吻合。而通过查看塔莉出走的监控发现，他刚逃离戒毒所时身上并没有自卫伤痕，可在去找小胡子之前却有了，说明塔莉是在逃出后被强奸的。但强奸犯是在戒毒所里让她怀孕的，这就很奇怪了。同时也证明戒毒所肯定有古怪。于是为了弄清这里面的秘密，警探乔装打扮，成为了那里一名医生的助理，成功打入了戒毒所内部，很快就偷偷窃取了机密资料。结果还真发现了大问题，戒毒所居然一直在通过虚报治疗费骗取国家医保资金，但本森也指出这是非法搜查，根本不能成为证据。不过据此他也深信戒毒所肯定有问题。接着转念一想，就想到了一个取证的好方法，那就是找医生的前助理打探，而他果然了解一些事情。 She was one of our success stories. Last time I saw her, she was on her way to the sober living house. She was a do-over. That's what we call the girls who came back to Lux for a second or third go. And when was she at Allbrook? 2, maybe 3 months ago, right before I gave notice. 这就对上了，塔莉肯定是在康复屋出的事。紧接着警察就赶了过去，而这里都是即将康复回归社会的女孩，她们认识塔莉，但表示她在这又复吸了，因为这里并不禁止外出，所以是可以搞到毒品的。同时警察又发现这里的姑娘好像不太正常，顿时火冒三丈，要求见这里的负责人。不料女孩当即一指，负责人正在里屋呢，结果推门一看，他正在快活呢。随后就发现女孩才只有16岁，警察顿时大怒，威胁这是法定强奸罪啊！哪知负责人竟狡辩，我19岁，她16岁，都是自愿的。而这时 DNA 鉴定结果显示，塔莉的孩子就是她的。You knocked up Natalie Curtis when she was released to Allbrook. And you raped her the night she died. I never raped anybody. Well, what do you call it when you trade an addict drugs for sex? It's not rape when she's begging for it. 看着男孩嚣张的样子，警察还真无法反驳。他说的是事实，不过接着他们又把矛头对准了所长。但当警察拿着保险单指出他骗保的事后，他竟毫不慌张，居然振振有词狡辩，那些检查确实做了，也确实花了那么多钱，哪知却一下就惹怒了警察，当即严厉质问，就算他们成功戒了瘾，康复屋的负责人还会纵容复吸，然后他们就又转回到戒毒所，你的治疗就可以重新开始，周而复始收费。对此所长赶紧表示对康复屋一无所知，警察当然不相信。10 girls in the last 12 months have come back to you. Doctor, what did you think was going on? You're preying on vulnerable kids. But what the hell? You made a lot of money, right? You got rich. You're a venal predator. And we're gonna prove it in court. 哪知所长根本不惧，竟叫嚣没人可以作证，因为戒毒所里的女孩不是精神不正常，就是小偷之类的，根本没有可信度，所以他深信法律拿自己没有办法，还嘲弄警方一定要拿出确凿证据。A 15-year-old slut who trades her body for drugs. What jury's going to believe anything that comes out of their mouths? 简直是刷新三观，可这就是现实，警察还真拿所长没有办法。虽然最后发现4年里负责人将女孩们睡了个遍，但却无法证实是因为敲诈发生关系。而这时调查康复屋的警探也回复，那里没人承认做过毒品和性交易，所以也就无法控告负责人了。结果案子一下陷入了僵局，但检察官表示，只要能证明康复屋和戒毒所有关联，就有办法起诉。而这让警探突然想起一个证人来，那就是戒毒所的医生，他可是一个正直的人。可当警察说出真相后，起初医生不信，但警察很快说服了他。结果这让医生想到了自己的女儿，她也是因为嗑药去世的，可是曾拼尽全力戒瘾，所以医生深知这个过程的艰辛。Only the devil would offer drugs to girls right out of Greek house.
接着警察想知道戒毒所和康复屋之间的关联，但医生明言没发现有啥异常的。可警察不死心，让他仔细想想。结果医生想起，只有康复屋来带女孩时，双方才有联系，也许关联就在其中。随后警察仔细观看了带女孩时的监控，放大后发现其中一人就是康复屋负责人，而凭这个，检察官就有信心起诉双方了。哪知就在这时，警察突然接到了一个好消息，等他们赶到戒毒所后，竟发现所长正躺在地上，于是赶紧上前查看，竟是嗑药过量了。警察连忙拨打了120，并实施抢救。不料医生却很淡定说道：“没有卵用的，我给他注射了大剂量，他这是罪有应得。”显然所长被医生处决了。见状，警察只得放弃了。至此，所长的犯罪帝国终于倒塌了，再也不能沦为恶魔祸害人间了。